我明明帮公司啃下35亿的大项目，就等135万分红到账，不曾想庆功宴上老板竟当众宣布我自愿零分红。大家静静，13作为项目核心，觉悟就是高，主动提出零分红，成全大家。台上刘峰此话一出，台下同事们瞬间掌声雷动，兴奋尖叫。卧槽，13个大戒，格局打开了。是啊，以后这种好事多，想着点兄弟们。没错，三少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男神。我没想到刘峰会在庆功宴上这样说，随即想要站起身开口争辩。就在这时，主管王震挤过人群，满身酒气的凑过来，把一杯酒硬塞进我手里。哎呀，13，别板着个脸嘛，开心点，这是刘总对你的考验，懂不懂？别人享有这待遇还没有呢。考验说的这135万是你出的一样，拿我的钱考验我，你们是真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啊！我刚准备开口反驳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王震就把一份皱巴巴的合同拍在我的胸口。来，先把这5年续约合同签了，公司马上上市，原始股期权以后少不了你的。怎么样？你格局打开，公司也自然不会丢分。又来画大饼，这话我都听出茧子了，还续约5年，想把老子当鱼使唤到死是吧？见我迟迟不说话，王震眉毛一皱，不悦道：别不识抬举，这是给你机会，年轻人要懂得感恩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看着王震那副我是为你好的恶心嘴脸，我心里的火山终于彻底爆发了。哼，呵呵，感恩。随后我接过酒杯，王震以为我妥协了，于是满脸得意就要拍我肩膀。这就对。王震话还没说完，我反手就是一记暴扣，酒杯狠狠砸在地上，红酒溅了王震衣裤裆，全场瞬间死寂下来。而王震吓得往后一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疯了？哼，滚！你说什么？你敢叫我滚？哼！没有老子写的天穹系统，你们这群草包也配上市？”台上的刘峰见我爆发，瞬间脸色一片铁青。江13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哈哈哈，我想干什么？那就是这破班，老子不干了！我说完，就一把扯下胸口的公牌，狠狠拍在王震那张肥脸上。随即我不顾全场惊愕的目光，转身欲走。就在我即将离开之际，视线余光处却发现李小月正缩在角落，一张俏脸上写满了对我的担忧。小月这丫头还算有良心，可惜了，这鬼地方不值得留。随后我对着李小月微微点头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。出了大门后，冷风一吹，我脑子清醒了不少，但心里的火还在烧。就在这时，我心中突然有个注意，随后看向正在玩手机的前台小妹，借电脑用用。啊，可是……我不理会她的话语，直接霸占电脑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。很快，电脑屏幕上出现复杂的代码，最后定格在一个红色的回车键上。刘峰、王震，你们不是喜欢天穹系统吗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没有我控制的天穹系统会是什么样子。随着我按下回车键，一个在系统跑了很久的定时脚本彻底停止运行了。搞定。随后我起身推门而出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栋灯火通明的大楼。哼，你们以为我是待宰的羔羊？不，我是创造天穹的上帝。现在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而在宴会厅里，王震正如同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狗，气急败坏地擦着裤子。反了，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敢泼我酒！此时刘峰阴沉着脸，眼神轻蔑。行了，别丢人现眼了，一个写代码的能翻起什么呢？刘总，那续约的事，还有上市的路演材料都在他手里啊。哼，怕什么？地球离了谁不转？明天找几个人把他的电脑破解了。这种耗材，外面一抓一大把。等江13明天酒醒了，肯定会跪在公司门口求我回来。到时候我要让他跪着把键盘舔干净。对，刘总英明，这种穷鬼离了公司就要饿死。他们还在做着上市发财的美梦，殊不知他们的噩梦已经在倒计时了。次日清晨，一声刺耳的警报声在公司技术部响起，整个公司瞬间炸开了锅。王主管，不行啊，服务器全红了，所有核心模块都被锁死了，提示权限不足。而王震此时冲了进来，一脸愤怒道：“权限不足就去破解啊！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破解不了，这代码加密逻辑太变态了，除了江13没人懂。”一听这话，王震就气得把文件狠狠摔在地上。那个小畜生，他是故意的。此时的我正刚刚睡醒，伸手拿起床头的手机，看着屏幕上那一长串未接来电和短信，我冷笑一声：“急了，这就急了。昨天那股嚣张劲儿哪去了？”随后我直接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打开微信，随后点开李小月的微信头像。13哥，不好啦，公司炸了！王主管在办公室咆哮，说要报警抓你。刘总刚才把杯子都摔了，说如果不解决，大家都要完蛋。别急，让他再摔会儿。我看着屏幕上的信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报警？那是我自己写的代码，我有最高署名权，只要我不公开密钥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刘总现在到处在找人联系你，说只要你回来，条件随便开。条件随便开？昨晚把我当耗材，今天就把我当祖宗，晚了。随后我合上手机，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，我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后台界面，数据流正在疯狂报错。刘峰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这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的主菜叫身败名裂。
3天后，为了迎接上市路演，刘峰请来了几位重量级的基石投资人，这是临门一脚，也是他的生死战。各位请看，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天穹系统。只见刘峰自信满满的按下翻页器，屏幕画面切换。它拥有业界最顶级的 AI 算法，能精准预测用户行为，商业价值不可估量。听着刘峰的介绍，台下的投资人频频点头，露出满意的神色。完了，只要这一把过了，350亿估值到手，我就是商界新教父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随后，刘峰大手一挥，指向身后巨大的 LED 屏幕，确实是奇迹，不过不是刘峰所想的奇迹。原本流畅的数据流突然卡死，紧接着屏幕画面开始疯狂扭曲、抽搐，随后出现满屏的乱码，像红色的瀑布一样疯狂喷涌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们的脸？这跳的是什么鬼画符吗？而刘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随即又愤怒无比。这是意外！何工！只见何工带着几个技术员冲上来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冒烟。不行啊，刘总，系统失控了，后台全是垃圾数据，根本止不住。就在这时，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巨大的对话框，上面是一个嘲讽的笑脸表情包，全场瞬间哗然，投资人纷纷站起，脸色铁青。刘总，你是把我们当猴耍吗？连个演示都搞不定，还想上市？我看你们是想骗钱吧。留下这句话，投资人们愤怒地摔门而去，只留下刘峰一个人站在台上凌乱。别走啊！听我解释，这只是个小 bug。然而，投资人们没有停留脚步，最后会议室大门重重关上，也关上了刘峰那350亿的发财梦。而刘峰转过身，双眼通红，像一只发狂的野兽。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而王震和何工缩在角落里，像两只受惊的鹌鹑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养你们有什么用？一个僵尸3走了，你们连个屁都维护不了吗？刘总，所有的日志都指向那个黑盒核心，那是僵13加密的，我们真的进不去啊！是啊，刘总，那小子肯定留了后手，他是故意的。哼，故意的，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。该死的僵尸3竟然敢阴我！等我缓过劲来，非弄死你不可。但现在……随后，刘峰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怒火，眼神变得阴鸷。王震，手机给我。给。哼，都给我滚出去！随着王震和何工如蒙大赦般连滚带爬的逃离，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死寂。而刘峰垂下头，盯着手机上那个被拉黑的号码，指尖不可抑制的微微颤抖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先把这尊瘟神请回来，等系统好了，我有的是办法整死他。随后，刘峰调整了一下呼吸，换上了一副虚伪至极的笑脸，按下了拨通键。与此同时，我坐在街角的咖啡馆里。13哥，不好了，演示会彻底搞砸了，那群投资人脸都绿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查了半天，连个毛都没查出来。我看着屏幕上的信息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。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我只是给系统关掉一个脚本，它是为了防御那些黑流量、那些不正当的攻击行为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着一个名字：刘峰。我看着那个名字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终于来了，比我预想的还要慢一点。小江啊，是我，刘峰。电话里传来刘峰的声音，我没有搭话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那个之前庆功宴上的事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委屈？你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可没觉得我委屈。那135万的分红，我已经让财务特批打到你卡上了，你查收一下。这样啊？你看，误会都解开了。其实公司一直很器重你，最近系统出了点小问题，你也知道，何工他们技术不行，你先回来把问题解决了，我保证上市之后，你的期权绝对是核心员工里最多的。又来画大饼，期权保证这些屁话，我现在连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哼，我不回去。电话那边，刘峰明显愣了一下，呼吸声变得粗重。小江啊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刘峰的语气变了，原来还温情脉脉的语气变成恶狠狠的语气。我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这个圈子很小，我刘峰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你今天不给我面子，以后想在行业里混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听刘峰的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刘总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只是在教你做人的道理，要懂得权衡利弊。那我也教刘总一个道理，我的天穹系统不是谁都能碰的垃圾，现在它出问题了，只有我能修。既然是要修，那就要有修理费。你要多少？加薪50%还是翻倍？技术咨询费1小时起算，7位数。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后传来刘峰惊怒的吼声：多少？7位数？1小时100万？你疯了吗？
嫌贵没关系，你可以去请别的专家，或者让你的合工慢慢修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距离彻底崩盘大概还有不到24小时。你这是敲诈！我要报警！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！哼，随你便。不过报警前，建议你先问问律师，非法侵占他人知识产权是什么罪名？还有，作为一个离职员工，我有义务配合你们修 bug 吗？劳动法里可没这一条。我没再给他咆哮的机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随后我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轻笑一声。刘峰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这只是第一刀，接下来我要把你身上那层皮一点一点扒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李小月的消息又弹了出来。13哥，刘峰在办公室把手机摔了，听前台说他让王主管去找黑客团队了，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解。让他找破解？太天真！我用3年时间搭建的系统，要是能被几个拿钱办事的雇佣兵破解，那我这创造者当的也太掉价了。刘峰，既然你喜欢砸钱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打水漂。此时技术部内，几个穿着连帽衫的黑客正在疯狂敲击键盘，他们正是刘峰花3倍价钱请来的黑客圈大神。只见领头的黑客嚼着口香糖，一脸不屑。刘总放心，这种级别的防火墙，我闭着眼都能穿过去，3天之内定让那个叫江13的裤衩子都不剩。好，只要拿回系统控制权，钱不是问题。此时的刘峰满眼贪婪，那是赌徒看到救命稻草时的疯狂。随着黑客最后一下敲击回车，屏幕中央叮的一声，跳出了绿色的授权成功弹窗，搞定。只见黑客得意地吹了个口哨，对身后的刘峰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刘总，最高权限拿到了，这小子的代码写的是不错，但跟我们比还是嫩了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钱能解决一切。江13，你完了！等我掌握了系统，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然而，刘峰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展开，就僵在了脸上。只见黑客面前的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紧接着一行红色的代码自动激活。我操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黑客话语刚落，屏幕上就开始疯狂生成乱码，速度快的连成了一条线。老大，不对劲，硬盘数据在暴涨。不好了，备用服务器爆了 ，OA 系统瘫痪了。快切断进程，打网线。就在这时，机房内的服务器指示灯瞬间成片变红，风扇发出啸叫声。仅仅1分钟，星海科技所有的终端、电脑、展示大屏，甚至是考勤机，全部陷入了黑屏。而黑客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，像是刚见到了鬼。怎么了？你说话啊！刘总，没救了，那是数据自毁陷阱。刚才那一波操作已经把所有的底层逻辑全部烧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惹错人了。现在别说修复了，你们连以前的财务报表、客户合同都打不开了，全变成了乱码。黑客连1000万尾款都不敢要，直接带着团队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办公室。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废物！刘峰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满屏的红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开始疯狂震动，那是来自投资方和合作伙伴的催命电话。完了，财务数据都在里面，要是打不开那些见不得光的账本。最后，刘峰颤抖着手，咽了咽口水，拨通了我的号码。与此同时，我正窝在沙发上打游戏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刘峰2字，冷笑一声，终于忍不住了。喂，什么事？小江，降电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系统全崩了，以前的数据全打不开了，你快回来吧。刘总，我已经离职了，这时候找我，不合规矩吧？规矩个屁！只要你回来修好系统，以前的是一笔勾销，那135万我双倍给你，不，3倍，外加500万现金。钱是好东西，不过刘总，那黑客把底层逻辑烧了，想恢复数据很难。不管不难，你一定要修好。修可以，但我需要服务器的 root 权限，包括财务、人事、行政在内的所有底层数据读写权。没有这个权限，我没法重构乱码。我此话一出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只传来刘峰粗重的呼吸声。root 权限，那意味着我的账本他也能看到，但这小子就是个写代码的呆子，应该看不懂那些假账。不管了，保命要紧，我给，只要能把数据救回来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好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会准时到公司。随后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不由轻笑了一声。刘峰，珍惜你作为自由人的最后一晚吧，明天我会送你一份大礼。第2天，我准时出现在了星海科技的大门口，而刘峰带着全公司的高管在门口迎接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。哎呀，小江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公司没你真的转不动啊。转不动，之前赶我走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笑得跟朵菊花似的，恶心谁呢？我这话一出，刘峰脸色瞬间大变，他正想要发作，我径直走进了机房。最后，刘峰脸色变化不定，还是咬牙跟上我脚步。此时的机房里，何工和其他技术员看到我，纷纷低下头，不敢对视。都出去！我干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旁边喘气。都听见没有？滚滚滚，都出去，别打扰江总工。很快，闲杂人等被清空，只剩下我和站在门口搓手等待的刘峰。哼，刘总，你也出去。我也。
核心代码设计专利，刘总也不想让我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再停工一次吧？行，我走，只要能修好，你就是把机房炸了都行。随后厚重的防盗门关上，机房里瞬间安静下来。我看着眼前这排闪着红灯的服务器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修系统3分钟的事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给你送一副银手镯。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修复系统，而是利用我的超级管理员权限，直接切入了公司的财务后台和刘峰的私人云盘。好家伙，刘峰啊，刘峰，你这几年捞得挺花，挪用公款2个亿，偷税5000万，这些证据够你把牢底坐穿了。证据到手，接下来该给这出戏收个尾了。随着我按下回车键后，机房里所有的红灯瞬间变绿，服务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。半小时后，全公司欢呼雀跃，如同过年。而刘峰看着恢复正常的后台数据，激动的老泪纵横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数据全回来了。小江啊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就是星海的救世主。刘峰冲过来想抱住我，被我侧身躲开。而他此刻已经飘了，他觉得危机解除了，上市稳了，他又行了。大家听着，今晚全公司聚餐，庆祝我们渡过难关。小江，那500万马上到账。另外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以后好好跟着我干，亏待不了你。一笔勾销，你想得美。刘总，聚餐就不必了。怎么还生哥哥的气呢？不是生气，是怕你没胃口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接你的车已经到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公司大门就被猛地推开，只见4个身穿制服的金针警察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。谁是刘峰？全场瞬间死寂，刘峰脸上的笑容僵在半空。片刻后，他这才回过神来。我是警官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人举报你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和重大税务欺诈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说完就亮出手铐，咔嚓一声铐在刘峰手腕上。什么举报？谁举报我？随后刘峰猛地转头，死死盯着我。是你干的？哼，是我。我说着还晃了晃手里的 U 盘，一脸平静。刚才修系统的时候，顺手帮你整理了一下犯罪记录。刘总，不用谢。江13，你个小瘪三，你赢我，我杀了你！这时刘峰发疯一样想冲过来，结果被2个警察死死按住。老实点，带走。我看着刘峰像条疯狗一样被拖出公司，他的咆哮声在走廊里还在回荡。刘峰，进去好好踩缝纫机吧，里面的伙食应该比庆功宴干净。而全公司的员工都吓傻了，瑟瑟发抖地看着我，没人敢说话。3天后，刘峰进去了，证据链完整，至少判20年。星海科技群龙无首，乱成一锅粥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公司要散伙的时候，大股东召开了紧急董事会，会议室里我也在坐，不过这一次我坐在了那个最中间的位置。各位，鉴于刘峰的严重犯罪行为，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其除名。同时，考虑到江13先生拥有天穹系统的全部核心专利，且挽救了公司的灭顶之灾，我提议由江13先生出任星海科技新一任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。台下的股东们都纷纷举手，全票通过，没有反对，因为他们不敢，也因为离了我，这公司就是个空壳。最后，我成为了星海科技新一任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。